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17季第16集。职业足球委员会决定扩大联盟队伍，所以将会有一座城市获得一支新球队。大家一般看到这种新闻也就过了，毕竟谁也不指望春田镇能成为这个幸运儿，因为他唯一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只有心脏病发作率。辛巴看不起家人们这副没志气的样子，他决定亲自带领春田镇获得建立新球队的特权。此话一出，全家人都笑得停不下来，就连小新都用笑笑玩具来回应爸爸。不过辛巴这次很坚持，就算所有人都不相信他也要扫除一切障碍，成功竞标到新建球队的资格。之后的一整个星期，辛巴都在地下室里捣鼓，没想到真就被他做的有模有样。辛巴给球队取的名字叫春田和荣队，还给队员和啦啦队设计了统一的服装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最先进的运动场。辛巴已经计划好通过卖掉冠名权来建造它。凡是以前剧集出现过的那些公司、超市，基本都是冠名商。向妻子展示完毕后，辛巴兴奋地求表扬，如此完美又面面俱到，当然能够获得辛巴的一个吻。不过他还是觉得，也许你该先刷牙。经过层层选拔，委员会已经将城市缩小到了2个：春田镇和洛杉矶。辛巴设计的那些东西他们都已经看过，接下来展示的是来自洛杉矶的录像。他清晰地对比了春田镇和洛杉矶的各种差距。首先，洛杉矶拥有美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背景，而春田镇只有像快易买这种黑心超市。其次，好莱坞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才演员和剧作家，而春田镇只接收来自其他城市的垃圾，比如拉斯维加斯。录像的最后还有各个明星模仿者的亲情献唱。洛杉矶制作了伟大的电影和超赞的电视剧，春田镇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春田镇太垃圾了。这种将对手贬得一无是处的做法是很不讨喜的，更何况委员会里本就有春田镇的人。于是这个幸运的名额真就落在了春田镇的头上，人们欣喜若狂。只要签署了最后的合同，春田镇就能正式成为新成立的和荣队的主场城市了。为了庆祝委员会的访问，整座城市还按照足球队的颜色重新喷漆，而且所有的街道都进行了重新命名，比如触地得分等等。然而签署合同的时间到了，委员会的人却不见踪影，市长没办法，只得给镇民们讲故事活跃气氛。可惜他的那些事情他们都已经倒背如流了，如果委员会的人再不来，这将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时间。事实上，足球委员会确实遇到了麻烦，他手里的地图标注的是长青台这样的地名，可是他看到的却是2分转换大街，想着打电话问问，不料手机没电了，用黑莓联系助理吧，助理直接去世了。没办法，街上又没人，他只能去人家家里接电话。他随即选择的是辛普森家，现在只有老辛普森带着小新在家。因为时间紧迫，他开门见山表示要借用卫生间和电话，这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老辛普森也就由他去了。随着接下来的电视节目改变了老人家的心态，这是一档让独居老人提高警惕的节目。这期请到的嘉宾是蛇男，他说之前去过古怪老头的房子，先要求使用他们的电话或者卫生间，然后就会去偷他们的钱包、珠宝和孙子的照片。他甚至还用照片做了一幅拼图，合成自己的脸。老辛普森看到这里已经有些坐不住了，倒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激动。他想着或许打倒这个不速之客，自己就会被奉为英雄，于是趁着这人打电话的时候，用球棒将其击晕了。此时的人们已经等得百无聊赖，台上讲话的人也从市长换成了警长，左等右等也不见委员会的人，全家人就先回去了。结果一推开门，就看见足球委员被老辛普森绑在了凳子上。虽然最终解开了误会，但委员已经对春田镇厌恶至极，表示再也不会来这座城市，也不会组建新的足球队。多天的心血付之东流，辛巴自然很生气，真是个没用的老家伙。你为这个家庭做过哪怕1次的贡献吗？我照看了婴儿，所以婴儿在哪里呢？你让我和婴儿待在一起。失去足球队这件事不仅辛巴很火大，全镇人民现在都对老辛普森很不友好。谢谢你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足球队，谢谢你，我们已经建造了100万的运动场，现在只能用来做农产品市场了。人们对他的恶意甚至不止停留在语言层面。经过教堂的时候，上面写着耶稣恨你，就连路过火灾现场，他都会被扔进火堆里。伴随着他无数个日夜的假牙也对他表示了不满。昔日的好友一见面就朝他吐唾沫，还顺便递给了他一张医生的名片。这可不是治病救人的医生，而是帮助老年人自杀的。看来他确实对老辛普森恨之入骨了。安乐死，老辛普森明白过来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拒绝，但得知能在隔壁的餐厅得到免费的派时，他还是去了。老辛普森确实是个适合安乐死的对象，不过医生还是希望他再考虑一下，也不是就劝他不要死，主要是今天要清理死亡机器。下午6点整，老辛普森独自坐在房间，他决定要是在24小时内接到电话，就继续活下去。晚上，辛妈过来劝丈夫，希望他能给老辛普森打个电话，毕竟都过去了，总不能生一辈子的气吧。辛爸觉得老婆说
的在理。谁知就在他准备打电话的时候，他先一步响了，是调查人员搜集民众对当前电影的看法。辛巴接到电话后就滔滔不绝跟人聊了起来，于是给老爹打电话的事儿就抛到了九霄云外了。就这样一天一夜过去了，墙上的时钟又指向了6点，看来是没人在乎自己了。老辛普森坚定了自杀的决心。这里的死亡服务不错，还能选择死前所见的画面和所听的音乐，看着最喜欢的警察殴打嬉皮士的激烈场面，听着欢快的格兰米勒管弦乐，老辛普森进入了梦乡。在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候，警察闯进了这里。原来刚才已经投票推翻了协助自杀的法案，这个医生从此刻开始就是个杀人凶手了。警察们将他逮捕后，就留下了老辛普森一个人。醒来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。老辛普森从未感觉自己这么有活力过。他冲上了大街，不遵守交通规则，随意过马路，差点就酿成了重大车祸。在路上，他还遇到了扮演广告牌中的卓别林，他更确定自己已经上了天堂。就是有些奇怪，这卓别林竟然会开口说话。老辛普森来到了曾经去过的饭店，一打开门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。儿子全家正坐在此地享用晚餐，难道大家都死了？是谁发狂了？胖子还是这小家伙？我们没有死，你也没死。得知老辛普森原本想要自杀，全家人都惊呆了。辛妈更是连忙出言制止老辛普森这可怕的想法。自杀是一种罪过，上帝让我们死于衰亡。不过现在老辛普森也没打算再自杀了，因为经历了刚才那段时间，他想清楚了很多事。那是他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时候，没有恐惧和悬念。他决定以后也要以这样的生活态度度过余生。如获新生的老辛普森每天昂首挺胸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他再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和冷嘲热讽。足球运动场既已修建，总得利用起来。镇长就召开了大会，询问镇民们的意见。有人建议将它改成一个古代的斗牛场，其他人都没什么意见，除了辛小妹，她觉得斗牛是一项残忍的伪运动。不料她的话被她老子给强行曲解镇压了，更何况只她一个人也没办法跟民意对抗。斗牛场的提议敲定后，就是选择斗牛士了。老辛普森毛遂自荐，表示自己愿意去挑战公牛。辛妈本想阻止他参加这项危险运动，不料刚刚提议那人打断了辛妈的话：如果牛死了，人们会变得疯狂；如果爷爷死了，人们也会变得疯狂。但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，他这个卖纪念品和小吃的都是赢家。选定斗牛士之后就是训练了，由小新骑着自行车扮演牛，对老辛普森发起进攻。首次冲锋被老辛普森灵巧的躲过了，然而由于惯性，小新没能及时停下自行车，眼见老爸的大屁股就在眼前了，他忙按下急刹，侥幸是刹住了，可惜辛爸自己凑了上来，撞在了牛角上，看他疼成这样子，希望人没事吧。斗牛那天，辛小妹站在门口悲痛的歌唱：我的爷爷得杀多少头公牛？而来往的观众并不觉得伤感，只觉得他可爱。白尼还想要将公牛的心带出来送给他。有一说一，老辛普森穿的斗牛服确实还不错，更何况场上的负责嘲弄牛和戳牛的都长得不错。看样子这场斗牛比赛很有看点。牛儿刚出场时浑身都透着强烈的气势，然而在好几次都没碰到斗篷后，他累得筋疲力尽。老辛普森知道是时候了，他杀死了面前这只公牛。晚上，老辛普森在镜前欣赏自己的装扮，这时辛小妹找到了他，想劝说他放弃斗牛。老辛普森拒绝了，他说自己活这么大岁数，第一次有人为他喝彩，他做不到放弃。辛小妹一脸悲伤，我一直都在为你喝彩，直到刚才。说罢，他就无比失落地离开了这里。孙女离开后，老辛普森泪流满面，为什么他总是知道如何打动我？第二天，老辛普森的灵敏不减昨日，没过多久就把牛儿累得筋疲力尽。然而这一次，他没有把剑砍向这头无辜的生命，而是用剑斩断了门锁。接着，他打开了关牛的大门，老辛普森把所有的牛都放了出去。门口的辛小妹看着这一切欣喜万分，可苦了镇上的人们，牛群把他们追得鸡飞狗跳，凡是红色的东西全都被他们冲了。空中的老辛普森和辛小妹还是挺闲适的，然而很快有2头牛也被气球吊了上来。抱着已死的态度生活，确实会赋予我们无上的勇气与自信，却也会让我们丢掉了对生命的敬畏。老辛普森自以为获得了骄傲与荣光，其实不过是让商家坐收了渔翁之利，于他自己与别人没有半点好处。他这样的放纵当然不值得学习，但昂首挺胸认真生活却可以借鉴。我们都会做错事，却不应该一直活在内疚中，酿成错误就勇于承担，造成损失就尽力弥补。一直生活在内疚与谩骂中，并不能解决任何事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都不应该放弃好好生活的欲望，就算全世界只剩下自己的支持，也应该勇敢的、坚定的继续向前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